你以为你听不到，其实不是耳朵问题，而是你的大脑已经替你做了决定。哪些声音可以被删除？等等，删除？声音还能被删除？我明明是在认真听啊。不，你所谓的认真听，可能只是大脑允许你听到的一小部分，其他全部被过滤掉了。那我听不懂中文，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？不是我不够努力。对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的大脑认为这些声音不重要，所以直接忽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Shen。大家好，我是 Mo。今天我们讲一个很关键，但很多人完全误解的概念。听力其实不是接收声音的能力，而是大脑的决策系统。决策系统。听力不是耳朵在工作吗？这是最常见的误解。我们以为耳朵像录音机，把所有声音都录下来，然后交给大脑处理。但真实情况完全相反。大脑会先决定哪些声音值得进入意识，哪些直接忽略。所以你没听到的东西，不一定是没进入耳朵，而是已经在前面被筛掉了。那我在吵的咖啡店听不清别人说话，也是大脑在筛选。是的，这叫选择性听。定义很简单，大脑在大量声音输入中，只选择他认为重要的部分进入注意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大脑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如果全部都处理，你会瞬间过载。所以它必须做优先级判断。举个例子，你在咖啡店里有音乐，有聊天，有咖啡机声音，但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你会立刻听到。对，我真的会突然听见。这就是重点。你的耳朵一直都在接收，但大脑只让有意义的信息浮出来。你名字之所以能被听见，是因为它被标记为高优先级信号。那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为什么我听每个字都听到了，但就是不懂？因为你的大脑没有把中文语音标记为重要结构，它只是当成背景噪音，所以你不是听不懂，而是没有被允许去理解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点，很多人会误以为听力不好就是听得不够多，但事实是，听力提升的核心是改变大脑的筛选规则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增加输入，而是调整过滤系统。那我要怎么让大脑不要乱过滤？这就进入第二个概念，注意力锚点 （attention anchor）。注意力锚点的定义是，你主动设置一个注意力中心，让大脑知道现在该听什么。为什么需要它？因为没有锚点，大脑会自动进入节能模式，开始乱过滤。举例，你听中文播客，如果你没有目标，大脑会说这不是重要信息，然后逐渐飘走。但如果你有锚点，比如我要抓住它表达原因的句子结构，大脑就会开始重新组织输入。听起来像训练大脑。没错，其实听力训练本质是重新训练注意力的方向，不是耳朵变强，而是大脑更会选择。举个实际方法，你听一段中文时，不要试图全懂，只设一个锚点，比如只听时间表达，或者只听动词。大脑会因为目标变清晰而减少无效过滤。这时候你会突然发现，以前听不到的结构开始浮出来。那如果我还是听不到呢？这时候很多人会犯第二个错误，试图强迫注意力。但注意力不是用力拉出来的，而是用意义吸引出来的。这就带到第三个概念，刻意忽略 （deliberate ignoring）。刻意忽略。
不是应该更努力听吗？很多人以为学习就是全部抓住，但大脑其实更喜欢有选择的输入。刻意忽略的定义是主动告诉大脑哪些信息可以不用处理，从而释放资源给关键内容。举例，你在听中文新闻，如果你试图每个字都听懂，你会卡住。但如果你告诉自己，我只抓结论句，大脑就会自动忽略细节噪音，结果反而更容易理解整体意思。这有点反直觉，不是应该听更多才更懂吗？这是常见误区。很多人把输入量当成理解能力，但真实机制是，理解已是过滤后的结构加注意力集中，而不是全量接收。再举一个生活例子，你在很吵的地方跟朋友聊天，其实你并没有听所有声音，你是在刻意忽略99%的噪音，只保留1%的目标声音，但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，因为它是自动发生的。所以听力问题其实是过滤系统太强。更准确说是过滤规则没有被训练。中文学习者的问题不是听不见，而是大脑不知道该保留什么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学中文，可以试一个简单练习。下次听音频时，不要问我懂不懂，改问我现在要锚定什么。例如人物、动作、时间、原因，任选一个，你会开始感觉听力变得有方向，而不是混乱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是词汇不够，原来是大脑没在帮我选重点。对，词汇很重要，但如果注意力没有被正确引导，再多词汇也会变成噪音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其实可以试一个小实验。明天听中文的时候，只做一件事，刻意忽略你不需要的信息，然后看看你的理解有没有变化。如果真的有效，那我以前是不是一直在错误用力？不是错误，只是你在用输入思维，而不是过滤思维。而听力的本质其实是后者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概念有点颠覆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你以前有没有听得到但听不懂的时刻？我真的很好奇，别人是不是也这样？也可以顺便订阅一下这个频道，我们会继续拆解这些看起来简单，但其实是大脑机制的学习问题。下一集我们会讲一个更狠的主题：为什么你听不懂？其实不是语言问题，而是预测系统出了问题。